話說回來，这麼多年了 ，SR-71 黑鳥這款飛機一直是飛行界的速度之王，沒人能撼動它的地位。它飛起來時速能輕鬆超過2200英里，大概3540公里，簡直快得沒邊兒。但現在情況要變了，一家美國的初創小公司放話說要來挑戰這個王座。他們搞出來的新飛機主打一個高超聲速，目標是達到5倍音速。換算下來就是每小時3800英里，約合6115公里。你想想这是什麼概念？飛機速度快到一定程度，周圍的空氣本身就會變成一個能融化金屬的煉鋼爐。這已經不是刷新記錄那麼簡單了，這簡直就是要徹底改寫航空歷史啊！不過在那之前，他們得先搞定一個最大的難題，怎麼打破物理定律的限制？這事兒聽着就夠勁兒。你有沒有想過一個場景？早上在紐約吃了頓早餐，沒過一會兒你就拎着一杯還是溫熱的咖啡走出了倫敦的機場。聽起來是不是像科幻片？但這正是亞特蘭大一家小公司的終極夢想。這家公司叫赫爾墨斯，是個初創團隊，領頭人是 AJ 帕皮拉，他手下這幫工程師可不一般，他們之前都在美國空軍 SpaceX 還有藍色起源這些大神級單位幹的就是高速飛行器的研發活。他們的想法聽起來挺直接，但幹起來簡直比登天還難。造一種能飛5倍音速的飛機，這樣一來，大城市之間的通行時間就能大大縮短，美國在航空和航天領域就能拿到絕對領先的優勢。要搞懂為啥這事兒這麼牛，咱們得先明白一個詞，馬赫數。馬赫簡單說就是音速，在海平面上大概是每小時760英里。咱們現在做的大多數客機速度都達不到音速，大概是 0.8 到 0.9 馬赫，換算下來就是時速500到600英里。按這個速度從紐約飛到倫敦怎麼也得7到8個小時。那5馬赫是什麼概念？工程師管這個速度叫高超聲速，簡單說就是音速的5倍。這有多快呢？飛機每秒就能飛1英里幾千公里的路程，幾個小時就搞定了。赫爾墨斯說，要是真能實現5馬赫跨大西洋飛行，那紐約到倫敦的行程就能縮短到1個半小時左右，你大半天的時间一下就省出来了。自從超音速的协和式飛機退役，咱們民航客機的速度就基本卷不動了，甚至慢了下来。但奇怪的是，世界上的各个大國其實都悄悄地在往反方向使勁。比如俄羅斯就亮出了一系列新式武器，像那個叫復仇者的高超聲速滑翔飛行器，它能在接近太空的稀薄大氣層裡以好幾倍音速的速度飛，而且還能在飛向目標的過程中隨時拐彎變道，想想都覺得挺嚇人。中國呢，現在已經用上了東風17這款導彈。它彈頭帶了個高超聲速滑翔器，能在大氣層外頭玩打水漂一樣的高速飛行，還能靈活拐彎，比普通的彈道導彈更難被雷達發現。這就好比說，美國那些宙斯盾艦或者陸基反導系統，本來都是設計用來對付那種飛得高、拋物線固定的老式導彈的，現在突然來了這麼一個貼着地皮飛、速度賊快還能隨時掉頭的新對手，他們根本沒法招架。所以啊，研究這種新武器的人總繞不開同一個問題。這玩意兒太快了，而且快到終點了還能突然拐彎，能留給對方發現和攔截的時間那真是少之又少，轉瞬即逝。好多年了，俄羅斯和中國在這方面的武器系統老是搞公開試射，可美國這邊呢，好幾次高超音速試驗要麼是進度拖拖拉拉，要麼就直接搞砸了。說到底，這場軍備競賽光靠打一次就報廢的試驗樣品是絕對不夠的。真正的目標是造出一種什麼樣的飛機呢？它得能從普通機場起飛，以超快的速度飛個大洲那麼遠，去搞情報偵察或者打擊重要目標，打完了還能自己飛回來，重複使用。要是只有一方有這玩意兒，那可不得了，擁有它的一方就能看得更遠，打得更準，而且還能比對手快一步應對各種危機。這個赫爾墨斯項目就是要幫美國把這塊技術短板給補上。那問題來了，讓飛機在大氣層裡保持這麼快的速度，難度的核心根本不是飛得快。你想啊，像龍飛船這種太空艙從太空返回時一頭扎進大氣層，雖然溫度高的能量白熾燈，但這股熱浪也就持續個幾分鐘。它頭部包了厚厚的隔熱層，目的就是趕緊把速度降下來，進入更稠密的空氣。可高超音速飛機正好反過來了，它要飛到高空，加速到好幾倍音速，然後保持這個速度飛幾個小時，而且它還得帶上燃油、各種探測設備，甚至可能還有飛行員。在這種速度下，空氣不會乖乖地順着飛機表面流過去，而是像噴槍一樣猛烈地衝擊機頭和機翼的前緣，產生噴燈一樣的高溫。搞高超音速的工程師都清楚，一旦速度超過5倍音速5馬赫，機身溫度就會急劇飆升。最前面的尖銳部位溫度輕鬆就能超過1000華氏度，約538攝氏度，有時候跟個工業熔爐差不多。那普通材料肯定不行，咱們民航客機用的鋁合金早就軟得像麵條了，直接化掉。就算是耐高溫的鈦合金也快扛不住，強度開始下降，機身的密封件會燒壞，油管過熱，大部分普通電子元件也直接罷工。所以
所以行里人常說一句話，高超音速飛行真正难的不是速度，而是怎麼搞定這要人命的高溫。你想知道讓飛機長時間以5馬赫的速度，也就是5倍音速飛行有多難嗎？這麼說，飛機的外殼、零件和發動機都得扛得住人造熔爐一樣的高溫，還不能有一絲一毫的損傷。好幾十年來，這事兒一直是個大難題，卡住了所有人的脖子。說到高速飛行，大家可能會想到2個老前輩，协和式飛機和 SR-71 黑鳥偵察機，它們都是人類在攻克這個難題之前取得的里程碑式的成就。其中協和式飛機更是天花板級別的存在，它是全球第一款，也是至今唯一一款投入商業運營的超声速客機。它的速度有多快呢？大概是2倍音速，也就是每小時1300多英里，飞到6萬英尺的高空，比普通飛机高多了。从紐約到倫敦，普通客機要7個小時，協和式3個半小時就搞定了，最快記錄甚至不到3小時。當然，這種速度是有代價的，飛得那麼快，機身會熱得發燙，薄薄的金屬外殼會膨脹，整個飛機在空中甚至會长長好幾英寸。工程師們想盡了辦法，必須在結構上留出伸縮縫，還得用一種能反复承受冷熱變化衝擊的特殊鋁合金。但這些還不是全部，為了追求速度，協和式付出的代價真的太大了，費油。油耗比普通客機高得多，運營成本自然就上去了。太吵產生巨大的音爆，所以在陸地上基本不能飛，只能在海上飛。載客少，一次也就坐100來個人。這些硬傷导致它運營成本極高，加上後來2000年巴黎的一場空難，讓本來就艱難的處境雪上加霜，最終在2003年黯然退出了歷史舞台。話說回來，協和式飛機其實證明了一個關鍵點，乘客確實願意為省下大把的飛行時間買單，這證明了民用飛機飛2馬赫左右的超音速是可行的。不過，這距離赫爾墨斯追求的高超音速5馬赫以上還有好長一段路要走。再說 SR-71 黑鳥偵察機，這可是另一個傳奇，它是由洛克希德公司的臭鼬工厂在60年代偷偷搞出來的。這架飛機長得又細又長，全身用鈦合金打造，能飛得比大多數飛機都高得多。它在1976年創下了噴氣式飛機的官方速度記錄，在特定航線上平均時速超過2190英里，輕鬆突破3倍音速。這飛機飛得太快了，機身溫度高得嚇人。在地面時，因為梁、油箱都密封不嚴，會漏油，但一旦升空，機身受熱膨脹，縫隙就自己合上了，也就不漏了。而且它還得用專門的燃料，執行任務時也必須有一对加油機在旁邊保障。黑鳥證明了一點，只要砸錢，軍事項目就能造出遠超常人的高空高速飛機。但即便如此，它也沒法一直保持5馬赫的平飛速度，而且飞和維護的成本都高得離譜。最後一批黑鳥在90年代末就從美國空軍退役了。你看，協和式和黑鳥就像是同一級樓梯上的2個台階。協和告訴市場，乘客願意為超音速買單；黑鳥則展示了有人駕駛的飛機能短時間承受極限的高速。那我們現在要做的就是研發一種能重複使用的5馬赫噴氣式飛機，這就像是上了更高也更陡的一級台階。而赫爾墨斯正在用一種完全不同於傳統政府項目的方式去衝擊這個目標。他們不走那些大項目常見的繁瑣流程，而是信奉一個核心理念，造出來到飛起來到摔了到修好它。簡單說就是設計高強度測試，不怕失敗，然後直接拿經驗教訓去造下一版飛機，再配上3D 金屬打印、高性能計算機仿真這些現代黑科技，他們的研发速度就比传統項目快多了。傳統項目往往要花好幾年写方案做報告才開始動真格的，所以美國空軍也特別看好，真金白銀地支持。2021年，美國空軍和一家風投機構一起向赫尔墨斯投了大約6000萬美元，用來研发一系列叫夸特瑪的試驗機。這些飛機可不是用來載客或者運彈藥的，他們的核心任務只有一個：測試機身和新型發動機到底行不行，能不能安全的起飛，突破音障，然後衝进高馬赫數区間，而且飛機不能散架。要說這段故事裡最嚇人的地方，可不是飛機閃亮的外殼，而是藏在它肚子裡的那個大心臟——引擎。這顆引擎得在一架飛機裡幹好2件完全不一樣的事兒。它有個特別酷的名字，叫奇美拉 Chimera。也正是有了它，那台叫夸特瑪的試驗機才不只是一隻長得帥、飛得快的小無人機，而是有了真正的大心臟。咱們先说说普通的噴氣引擎是怎麼工作的。這個過程很經典，吸氣道、壓縮道跟汽油混合到點火道向後噴氣產生推力。這套玩法從飛機在跑道上起飛到飛得接近音速、低超音速都表現得相當不錯。但是問題來了，
一旦飛機飛得超快，吸進來的空氣又熱又猛，引擎裡那些高速旋轉的葉片就懵了，它們再也抓不住气流了。整個引擎前部不像個高效工作的风扇，反倒像个被扔进飓風裡的磚頭，完全失控。那有沒有另一種更厲害的引擎呢？有，就是衝壓發動機。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根特別簡單的鐵管，前面沒有複雜的活動部件，就靠管子的特殊外形，把迎面衝來的超音速氣流憋下來，減速增壓，然後在中段噴入燃油點燃，最後從尾部噴出超高溫的燃氣，提供強大的推力。這東西結構簡單，在高速時動力超強，但它有個要命的毛病，飛機速度不夠快，它根本沒法啟動，它得靠飛機先把自己推到高速，它才能開始工作。好了，重點來了。奇美拉引擎最牛的地方就是它把這兩種技術揉在了一起，工程師管這叫渦輪機組合循環發動機。原理其實不複雜，一，低速的時候它就像個普通的噴氣引擎，靠中間的渦輪核心來提供主要動力。二，超高速的時候它就變身成衝壓發動機，氣流會直接繞過旋轉的渦輪核心，衝進後面的直筒燃燒室裡，噴氣燃燒。簡單說就是一台機器，兩種模式。當然最難的就是這兩種模式之間的切換。你想想看，得在一個特定的速度點，渦輪要下班，衝壓發動機要上崗，而這個時候飛機的速度已經比步槍子彈還快了，這事兒可太驚險了。如果渦輪關得太早，推力一下子就沒，飛機可能就會減速甚至失控。二，如果衝壓發動機點火晚了，那也完了。赫爾墨斯團隊把這個卡在中間的極其危險的轉換區間叫做引擎的死亡之谷。一旦在這裡犯錯，飛機就得從天上掉下來，一切努力也就白費了。為了證明他們能安全地跨過這片死亡之谷，赫爾墨斯團隊把奇美拉引擎拉到了聖母大學的渦輪機械實驗室，工程師們專門搭了個測試平台，能模擬出4倍音速飛行時那種又快又熱的高溫氣流，讓引擎在地面就提前體驗一下超高速飛行的感覺。就在2022年，赫爾墨斯和聖母大學的小夥伴們聯手，用了5個多月的時間，專門在晚上搞測試，把他們的奇美拉引擎推到了設計速度的大部分區間。最後終於驗證了一件事，這引擎能從渦輪模式順溜地切換到衝壓模式，中間不堵氣也不滅火，牛！從最初拿着方案進實驗室到成功實現這個模式切換，整個項目不到2年就搞定了，花了幾千萬美元。你要知道，在國防領域，對於一個全新的高速引擎概念來說，這個投入真不算多。這事兒也證明了他們這可不是紙上談兵。奇美拉的第一代用的是通用電氣的 J85 渦輪核心，這小家伙幾十年來一直用在教練機和輕型戰機上，以皮實可靠出名，特別適合做早期實驗。但赫爾墨斯心裡門兒清，要想真正衝上5馬赫的極限速度，飛機必須換一顆更強壯的心臟，所以他們換了普惠公司的 F100發動機。這個大家族可是老牌功臣了，半個世紀以來一直給 F15鷹和 F16戰損這些明星戰機提供動力。它的現代版加力推力能達到驚人的 2.9 萬磅力，全球累計飛行時間早就超過2800萬小時了。把這顆心臟裝進第2代奇美拉，赫爾墨斯才算拿到了衝擊超高速的入場券。不過在超高速飛行時，問題也來了，衝進進氣口的空氣速度賊快，溫度也高得嚇人，在還沒被壓縮和燃燒之前，空氣溫度就能到好幾百度，足以讓硬邦邦的金屬部件都變軟。要是把這些滾燙的空氣直接灌進壓氣機，裡面的葉片和導流片肯定會過熱、扭曲，甚至直接斷掉。怎麼辦？上神器遇冷器，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個超級猛的散熱器，就裝在引擎進氣口的後面，空氣一衝進來，就得穿過幾千條細細的通道，熱量被瞬間帶走。這些通道又細又密，能在眨眼間吸收巨量熱量，還特別省地方。赫爾墨斯打算用一種高強度的鎳基合金，再結合現代 3D 打印技術來做這個遇冷器，這樣既能扛住極端高溫，又輕便又結實。當遇冷器和 F100引擎這對黃金搭檔合體後，神奇的效果就出來了。經過冷卻的空氣，讓渦輪核心可以跑到遠超原始設計的功率和轉速。這不僅讓噴氣模式能堅持到更高的速度，也讓切換到衝壓模式的過程變得絲滑。引擎可以先跑到衝壓發動機最舒服的工作區間，再完成切換。現在赫爾墨斯已經開始對這個組合系統進行試車了，專門測試遇冷器在 F100發動機上的表現。當然了，總不能天天把整個噴氣引擎拉到實驗室，再用高超音速的氣流去吹，所以赫爾墨斯直接在佛羅里達州的傑克遜維爾市自己建了個專屬的高能試驗場，專攻這塊的測試。這座設施名為 HEAT， 全稱是高婆吸氣式測試場。說白了，它就是個超級風洞，能模擬出超高溫、超高速的氣流，完美複刻飛行器在極限高空高速下的真實飛行環境。這個 HEAT 測試場其實是在海軍以前的舊測試艙和50、60年代的靜音試車廠房的基礎上改造的。
裡面裝上了最先進的現代化設備，它的牆壁特別厚實，這樣即使像 F100发动機，還有後來的奇美拉引擎這種大家伙在裡面全功率運轉，也完全不用擔心會吵到周邊的鄰居。最關鍵的是，這是我們自己的地盤，不是去租用政府的實驗室。這意味着什麼？意味着我們的測試安排、硬件更換都自己說了算，速度特別快。這樣一來，發動機的研發過程就變得像敏捷開發的軟件項目一樣高效靈活，而不是那種磨磨唧唧、一次性的老式試驗。當然，光有強勁的發動機還不夠，我們還得驗證圍繞它設計的這款機身到底能不能飛。這款機身又緊湊又造型奇特，這就是我們夸特瑪系列試驗機要幹的事兒。研發的第一步，從一架還沒起飛的樣機開始，這就是 MK0， 它是一架和真機一樣大的地面綜合試驗台，專門用來測試飛機的核心系統，比如液壓、油路、線路、起落架，還有我們內部戲稱為飛行甲板的那個遙控操作系統。工程師們會讓它模擬滑行，反復啟動各個系統，檢查它在滿載狀態下的表現，直到所有安全指標都達標，才敢進入下一步。MK0 完成了它的使命後，焦點就轉移到了夸特瑪 MK1 上，这才是第一架真正能飛的原型機。MK1 是一架高速構型的無人機，它裝的是和很多老式教練機、輕型戰機一樣的通用電氣 J85 發動機。它的機翼又短又厚，這設計特別適合高速飛行，但也帶來了個新問題：起降太難了。為了解決這個難題，我們和美軍空軍一起把 MK1 送到了加州的愛德華茲空軍基地。你知道，幾乎所有美國劃時代的飛行器都在那兒測試過。在那兒，我們集中做地面測試，比如高速滑行、轉向剎車，還有飛機即將離地那一刻的姿態控制。通過這些測試，我們驗證了飛控系統完全有能力應對低速升力、高翼載以及小引擎驅動流線型高速機身帶來的低推重比等各種挑戰。真正的里程碑時刻是在2025年5月底。那時候，他們的第一代原型機 MK1 在愛德華茲空軍基地完成了它的第一次完整試飛。整個過程是這樣的：地面的遙控飛行員就像開遙控飛機一樣，讓它加速起飛，然後沿着預設好的航線飛一圈，測試飛機的穩不穩定，好不好操控，最後還穩穩地降落了。赫爾墨斯說，這次試飛以及接下來的幾次飛行結果非常棒，飛機的實際表現和計算機裡算出來的數據完全一模一樣。這說明什麼呢？說明他們設計的空氣動力學、控制系統、燃油系統這些模型都特別準。對工程師來說，這可是個大功一件。為啥？因為在給下一代飛機換上更猛的發動機之前，必須先確認這個基礎平台是靠譜的。所以 MK1 的任務目標非常清晰，就是要證明一件事：專門為高超音速設計的無人機也能用常規的輪子和跑道像普通飛機一樣起飛和降落。這可是個大前提。如果做不到這一點，未來那些高超音速飛機就只能去專門的發射場，沒法在常規基地裡運作。一旦 MK1 證明了這一點，赫爾墨斯就能放心的去搞更大更快的飛機了。說完了 MK1，咱們再聊聊已經飛起來的夸特瑪 MK2.1。这架飛機個頭跟 F16 差不多大，但它是無人駕駛的。心臟用的是普惠公司的 F100航空發動機，這個發動機以後會和完整的奇美拉組合循環發動機對接。你看它那流線型的大後掠翼和尖銳的機頭，就是為了跑得更快而生的。它在2026年3月出於新墨西哥州的美國航天港完成了首飛，試驗場就在白沙導彈靶場那片大空域。赫爾墨斯說 MK2.1 是這個 MK2 系列裡的開山鼻祖，先從亞音速開始飛，然後突破音障，之後會一步步挑戰更高的速度。他自己的設計極限速度能輕鬆超過2馬赫，妥妥的將成為人類飛行史上最快的無人機之一。這還不算完，後面還有更狠的。正在設計中的 MK2.2 公司的目標很直接，要成為全球最快的無人機，而 MK2.3 則會把技術再推上一個新的高度。不過整個 MK2 系列搞這麼快，不只是為了刷個世界紀錄那麼簡單，更重要的是工程師需要在這些超高速飛行中收集飛機機身和 F100發動機在各種狀態下的關鍵數據，為最終的高超音速做準備。但說實話，以上這些都還只是真正大戲的開胃菜，那就是夸特瑪 MK3。MK3 的計劃是成為世界上第一款能把完整的奇美拉2型發動機帶上天，並且在真實飛行中完成渦輪模式到衝壓模式切換的飛機。它的飛行過程會是這樣：起飛時和前面幾代一樣，先用 F100發動機加速，等飛到足夠快的高速度後，它會自動關閉渦輪的進氣通道，打開衝壓燃燒室，依靠這個新的動力繼續猛地往前衝。如果 MK3 能可靠地完成這個轉換，那就證明了一件事：可重複使用的飛行器不用靠火箭或者一次性的助推器，就能從高速噴氣飛機一躍進入真正的高超音速時代。
你想想，赫爾墨斯追求的是多快的速度，那是人類根本沒法靠手動去操控的。飛行員的反應哪怕慢上半秒，飛機可能都偏離航線好幾英里了。所以夸特瑪必須是全程無人駕駛的，它的機載智能系統和發動機一樣重要。這套系統必須在 DS 級的時間裡感知到任何微小的變化，然後立刻調整舵面，微調發動機，讓飛機在那種足以讓它翻滾甚至燒毀的極端氣流中保持穩定飛行。5倍音速的飛機到底能把世界变成什麼樣？說實話，這個問題的答案只有當這種超高速真正派上用場時才算數。你想想，一架能甩掉所有傳統難題的超音速戰機，聽起來是不是特酷？但真正有意思的問題是，當它真的跑上跑道，引擎轟鳴，接到起飛命令的那一刻，到底會發生什麼？故事得從無人駕駛的軍用飛機說起。一家叫赫爾墨斯的公司正在研發一款叫黑馬 Dark Horse 的大家伙。簡單說，這是一款能重複使用的高超音速無人機，專門為國防服務。根据他們自己的材料和一些研究報告，黑馬能飛到5倍音速，機身大概有45英尺長，差不多13.5米。用的和測試機同款混合动力引擎，它的目標很明確，飞得高，飞得快，打完活還能回家，而不是像導彈一樣壯烈犧牲。你能想象這對打仗意味着什麼嗎？以前偵察機得花好幾個小時，小心翼翼地靠近危險的敵對海岸線，但黑馬就厲害了，它可以從普通機場起飛，直接爬到民航客機都飛不到的高空，然後像一道閃電一樣，以幾千公里的時速衝過去。別說是南海，1個小時就能橫穿整個南海那麼大的區域。它進去偵察，搞點小破壞，在敵人的戰鬥機還沒反應過來的時候，就能全身而退。當然，光快還不夠，真正的厲害之處在於它能一次高速搞定多少事兒。舉個例子，黑馬的一次飛行就能把沿海的雷達分布圖畫出來，告訴哪些雷達是開着的，然後把這些實時情報發回幾百公里外的轟炸機手裡。下一次它還能換上電子干擾設備，讓敵人的雷達瞎掉幾分鐘。或者投下小誘饵，在對方的屏幕上偽裝成一架大飛機，這簡直是美國軍方夢寐以求的武器。他們早就發過話了，急需一種裝備，能鑽進像西太平洋那樣的禁飛區，但又不想在對手家門口建那些又龐大又容易被攻擊的軍事基地。你看，這種能從普通跑道起飛，達到5倍音速，還能安全在自家機場落地的飛機，不正是完美解決這個問題嗎？這速度競賽啊，可不光是軍備比賽。赫爾墨斯公司不光想着打仗，他們還搞了個第2架飛機，這次不裝傳感器，也不甩誘饵了，是正經準備拉人飛的客機。這架客機的名字就叫寧靜海 Halcyon。這麼說，根據公司高管和外頭研究資料的說法，寧靜海大概能坐20個人，也是個高超音速飛機，設計速度和上一款一樣，能到5倍音速，一口氣能飛4600英里，主要就是為了跑那些跨洋長途航線，据說覆蓋了125多條。你想想，以後從紐約飛巴黎只要1個半小時左右，跟現在坐商務艙一個價，那坐寧靜海到底啥感覺？跟你現在坐長途飛機，那絕對不是一個次元的事兒。它得飛到比現在所有客機都高的地方，差不多9萬英尺，約2.74萬米的高空。那時候你往外看，天空是那種深邃的暗藍色，地球的弧線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問題來了，怎麼讓普通人安安全全的飛這麼高這麼快？這本身就是個超級大挑戰。你總不能像開無人機那樣嗖一下，幾分鐘就把滿飞機的人從0加速到高超音速，那誰受得了啊？所以整個加速、轉彎、爬升的过程必須得特別平穩，讓人能正常走動坐下，不能一加速就暈過去。而且在那空氣稀薄、冰天雪地的高空，機艙裡還得保證氣壓正常、溫度舒適，絕對安全。就算是在大洋上空拼了命的飛，萬一出事了，逃生方案也得靠譜才行。赫爾墨斯公司说了，他們會借鑑之前研發無人戰機的經驗，並且還會跟 NASA 合作，一起把相關的系統完善好。不過，要實現高超音速航空旅行，最大的拦路虎可能是噪音問題。這個問題單靠赫爾墨斯一家肯定解決不了。從1973年起，美國就禁止超音速客機在陸地上空常規飛行了。主要原因就是飛機速度突破音障時產生的音爆威力巨大，會對地面造成衝擊。為了解決這個難題， NASA 和洛克希德馬丁公司聯手打造了一款叫 X59 的試驗機。它有個特別長的機頭，設計上就是想把這刺耳的音爆變成一種像遠處打雷一樣的悶響。這款 X59 預計在2025年底完成首飛，之後它會在真實的城鎮上空進行一系列測試，看看這種新設計的噪音到底有多大影響。如果監管機構覺得測試結果不錯，未來說不定就能放寬陸地上空的飛行限制了。這樣一來，包括寧靜海在內的所有高超音速客機都能受益，他們再也不用只飛遠洋航線了，也能飛陸地了。當然，赫爾墨斯不是唯一一家想挑戰速度極限的公司。在國防領域，有個叫斯特拉塔發射的公司已經在測試一款叫
塔龍 A、Talon A 的可重复使用高超音速试驗機。在2024年底和2025年3月，美國國防部支持的2次試驗中，塔龍 A 都是由一架巨大的巨石母機带到空中，空投出去，然后它自己点燃火箭引擎，在太平洋上空突破了5倍音速，最后又自己返回，降落在范登堡太空军基地。短短幾個月內，它就完成了2次飛行，這讓它成了美國幾十年來繼 X-15項目之後第一款可重複使用的高超音速試驗平台。而在民用領域，超音速航空 Boom Supersonics 走了另一條路，他們在研發一款叫序曲 Overture 的客機。這款飛機不算高超音速，但設計巡航速度能達到 1.7 倍音速，可以載60到80名乘客，直飛全球600多條長途航線。公司還說，飛機將100%使用可持續航空燃料，票價也只對標商務艙。他們的小型原型機 XB1 已經在試飛中成功突破了音障，證明了這套設計在現實世界是可行的。歐洲也曾經有過一個雄心勃勃的計劃，由反應發動機公司 Reaction Engines 主導。30多年來，他們一直在研發一款叫佩刀 Saber 的特殊引擎。這款發動機很牛，融合了噴氣式和火箭發动機技術，還用了先進的预冷器來應對急速飛行時的高溫氣流。它的目標是造出一架能從普通跑道起飛，直接達到高超音速並進入太空的空天飛機，而且不需要像傳統火箭那樣甩掉助推级。很可惜，在2024年底，由於資金耗盡，這家公司宣告破產。這個讓無數人興奮的飛天夢，最終還是沒能實現。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屏幕上應該會彈出更多精彩視頻，不妨點開看看，了解更多不可思議的故事。